本周新闻提要：俄罗斯公布黑海舰队遇袭细节，禁止乌克兰粮食出口，能否卡住欧洲脖子？美国再度提供4亿军援，援助清单中首次出现坦克。乌军南线增兵10万，赫尔松大战在即。一列朝鲜的火车抵达俄罗斯，白宫称这是朝鲜向俄罗斯援助的炮弹。下面大兵带你一一了解。就在11月6号，俄罗斯公布了黑海舰队遇袭的具体细节。乌克兰海军特种蛙人在英国经过专门的打击俄舰队培训之后呢，以运输粮食船舶作为掩护，在预定海域悄悄地潜入水中，并利用水下无人潜航器装备大量弹药。乌克兰特种蛙人在靠近俄军军舰附近后呢，就控制无人潜航器接近俄军舰，然后实施爆炸袭击。袭击后，他们逃离了相应海域，再利用运粮船做掩护逃离该海域。而俄罗斯也借着这个机会宣布无限期暂停乌克兰粮食出口协议。这里呢，大兵要驳斥一下那些认为俄罗斯一旦对乌克兰采取禁运粮食措施，欧洲很快就要因为断气断粮而冻死饿死这个说法。是的，没错，黑海的粮食出口确实很重要。俄罗斯通过该粮食走廊运输的890万吨粮食当中呢，一半的交付数量都落在了欧盟国家。但这一众的欧洲国家也并非一定就要依靠乌克兰和俄罗斯的粮食来生活。首先，欧洲的国家粮食自给率极高，特别还有像法国这样的粮食出口怪物国家，6000万的人口的体量，居然是世界前3的粮食出口国。接下来咱们再来看一下俄乌战争。如今在战线方面的推进一直呢都没有太大变化，双方在东线及南线相互炮轰，其中赫尔松地区一个水坝以及扎波罗热核电站均成了目标，造成破坏以及平民死伤。俄罗斯表示，乌军目前已经在赫尔松市约76公里的地方部署了大量的坦克和装甲车。在11月6号，乌克兰联合部队尼古拉耶夫前线指挥部正在为赫尔松地区的下一阶段攻势做集结准备。据了解，乌军至少在3个方向集中了7个战术旅团和预备队。目前2个坦克旅已经从新卡霍夫卡方向突入约60公里处，离新卡霍夫卡水坝直线距离不足43公里，随时准备决战。反观赫尔松，俄军最近仍然在扩大撤离居民范围。赫尔松地区的副行政长官特雷穆索夫6号表示，目前当局已经在克里米亚转移赫尔松市动物园的动物。他认为即将到来的赫尔松大战会对动物造成很大的伤亡。同时，俄军的赫尔松疏散计划已经扩大到了7个地区，包括新卡霍夫斯克市区、格洛普里斯坦斯基、阿列什金斯基、卡霍夫斯基、格尔诺斯塔耶夫斯基、维里科勒佩蒂赫斯基和上罗加奇斯基市辖区。而普京也首次明确，希望赫尔松市和周边的居民尽快向左岸转移。从双方最近的表现呢，我们也可以看出，在未来赫尔松地区呢，必然将会发生一场大决战，时间很有可能就在这2周之内。当然，除了这个决战的说法之外呢，还有一种说法是俄军打算放弃赫尔松，将这块战略要地放弃。但最近呢，随着局势逐渐明朗，大家就会发现，这很可能呢就是俄军散布的假消息。有美国媒体报道说，大量的俄军是在佯装撤出赫尔松市，他们已经得到了明确的消息。俄罗斯的精锐部队驻扎在赫尔松市的民居里面，以楼房、街道作为巷战的最后堡垒。乌克兰的军方发言人也向媒体透露，他们已经掌握到俄军并没有撤出赫尔松市，而是准备要在这里决一死战。因此，大兵认为俄军此举呢，或许是为了引诱乌军盲目攻势。如今，俄集结部队正企图开辟通往尼古拉耶夫沿海到奥德萨和德涅斯特河沿岸的道路，切断扎波罗热和第聂伯罗彼得斯克之间隔断。而事实上呢，关于赫尔松的战争实际已经展开了，只是目前俄乌双方呢在局部地区互有争夺，而整个赫尔松地区战役的核心恐怕就是赫尔松市的争夺战。因为赫尔松市是赫尔松州的首府，这场战役呢，应该说是决定俄乌战争未来走向的关键性、决定性战役。毕竟，赫尔松此地对于俄军来说有着十分重要的战略地理位置和意义。为了守住此地，俄罗斯刚动员的30万新兵有相当一部分开进赫尔松。俄军将新动员的没有受过良好训练的部队安排部署在第聂伯河的左岸，而精锐的部队呢，则是撤到了第聂伯河的后方，准备展开决战。如果是乌军在赫尔松失败，那就会导致俄军进入尼古拉耶夫和奥德萨。
目前乌克兰武装部队正在这一区域建立一支打击力量，其人数呢在6万到10万之间，而俄军则是在这个方向部署了伞兵和海军陆战队等，人数方面相当。因此从政治、军事、战略等各个方面来看呢，双方都是必夺赫尔松地区，谁都不能输掉赫尔松地区。这场关键性的战役将会决定未来俄乌战争的趋势和发展走向。俄乌双方呢当下都在赫尔松进行信息对抗战，目前正处于试探阶段，乌军也已经集结整齐并做最后的反攻准备。一场自2战以来规模最大的战役即将打响，最终究竟是俄军诱敌深入围而歼之，还是强弩之末做最后的挣扎，让我们拭目以待。而在扎波罗热战线，早在1周前，乌军就从北部绕过了米洛沃和新卡门卡的俄军阵地，成功推进到了拉科夫卡附近。到目前为止，因古列茨河以东的俄军只控制了距离第聂伯河17到27公里的土地和通往米洛沃的走廊。如果乌军在这地区展开积极的进攻行动，因古列茨河以东的阵地可能在短期战斗后就被放弃了。而在顿涅茨克地区呢，目前战线依旧僵持。从10月20号以来，最激烈的战斗一直围绕着巴赫穆特和阿夫迪夫卡进行着。其中呢，阿夫迪夫卡的战事从战争开始后就一直处于白热化状态。俄军试图将乌军赶出这一区域，但是乌克兰人坚固的阵地面前呢，屡屡以失败告终。到了9月，在经历了一系列损失惨重但毫无进展的攻势之后呢，俄罗斯军队改变了战术，现在正试图突破阿夫迪夫卡南部和北部的战线，以包围乌军。而在巴赫穆特方向呢，俄乌争夺的该地区的战斗是从夏天开始的，就强度而言，超过了此时其他任何作战方向。早在8月时呢，俄罗斯的瓦格纳雇佣兵就占领了巴赫穆特南端的工业区，但在后来乌军再次将其夺回。目前双方依旧在此地争夺不下，乌军称此为法尔登。而根据统计呢，从今年夏天到11月初，试图夺取巴赫穆特的进攻行动已经让俄军付出了6000人的伤亡，再算上瓦格纳1700人左右的死伤，这里成了一个战场绞肉机。根据俄军内部消息人士透露，总参谋部发出的命令是不惜一切代价夺取巴赫穆特，因为这里呢将是日后攻击斯拉扬维斯克的跳板，而夺取后者呢将会是克林姆林宫体面结束这场特别军事行动的唯一希望。但是对于当地无数巴赫穆特居民而言，他们只能在战事稍微平静的时间，匆忙到政府大楼前排队领取生活用品，但远处仍然不时传来阵阵炮击声。当地呢是东部战事的最前线，巴赫穆特副市长表示，每天都有居民死伤，俄军在不断发起攻击，虽然每次都被成功打退，但是对方却始终没有放弃的迹象。而在卢甘斯克战线，斯瓦托至克里米纳一线，5号乌军进攻停顿了下来，随着俄军增援逐渐到位，防线越战越长，乌军1个月来连日进攻没有进展，战线没有变化，可能预示着乌军局部战场形势不妙。另外，最近还有一列朝鲜火车经图门江大桥开进了俄罗斯。华府智库北纬38度表示，美国在11月4号宣布掌握了平壤秘密向俄罗斯提供俄乌局势所需的军火情资。一列朝鲜火车就在第2天经图门江大桥开进了俄罗斯。北纬38度还公布了相关卫星影像，而这也是近年来首次在这条路线上观察到这样的火车移动。虽然在影像中呢无法确定这列火车的目的为何，但是时间点正好落在了朝鲜据报道向俄出售武器及普遍预期两国间将恢复贸易的时期，因此外界都纷纷猜测，这列火车上运载的很有可能就是俄罗斯目前最需要的炮弹。目前有消息认为俄军总参将在最近对敖德萨的港口进行大规模的巡航导弹打击。虽然无法确定这样的消息透露是否会影响俄军总参的具体部署，再由黑海舰队在敖德萨地区发起登陆作战的可能。不过黑海舰队似乎对此反应淡薄，在乌克兰对其数次成功的袭击之后呢，该舰队已经失去了执行任何进攻性行动的想法，因此大兵认为黑海舰队有很大几率拒绝这次行动。毕竟在乌克兰已经拥有了一系列反舰武器的情况下，以火力薄弱的黑海舰队火力掩护登陆船只，很可能会导致其损失1半以上。美国防部在11月4号宣布，将向乌克兰再提供4亿美元的军事援助，援助清单包括了无人机和地对空导弹，并且首次出现了坦克。这批援助清单中包括了翻新的霍克导弹、45辆翻新的 T72B 坦克、1100架凤凰幽灵战术无人机、40艘装甲河船、250辆翻新的
M1117装甲车等。美国防部表示，这些为乌克兰提供的坦克预计将于今年底前交付，同时捷克也将与荷兰合作，向乌提供另外的45辆坦克。接下来咱们再来看一下国际新闻。如今大家都知道，伊朗已经和俄罗斯站在了同一战线，除了大力援助无人机之外呢，未来还将援助弹道导弹。对此，美国也很快给出了反应。在11月2号，美国的西弗吉尼亚号核潜艇出现在了阿拉伯海的国际海域。据了解，美中央司令部司令库里拉在11月2号登上了在阿拉伯海国际海域活动的西弗吉尼亚号战略核潜艇，并在艇上停留了近8个小时。虽然美国中央司令部在声明中并未透露库里拉登艇的具体时间，也未说明以何种方式登艇，但只要库里拉登艇巡视，就意味着西弗吉尼亚号战略核潜艇需要浮出水面。大家都知道，在美国的3位一体战略核威慑力量中呢，作为海基核力量的战略核潜艇，因其隐蔽性高、生存能力强，被视为最可靠的一环。但为了保证隐蔽性，潜艇呢在为期数月的水下战略巡航期间，通常是不会上浮的，以免暴露行踪。再加上阿拉伯海域相对封闭，军用和民用船只众多，西弗吉尼亚号战略核潜艇这次上浮承担着较大的暴露风险。而美军高层不顾风险，以巡视之名主动披露战略核潜艇的位置，就是为了让伊朗看到其决心。根据日本经济新闻11月3号报道，日本防卫省打算在2030年部署超高音速导弹。据了解，日本防卫省目前已经在研究一种被称为超燃冲压发动机的技术。从2023年度开始，日本将着手研究使用该技术的高超音速导弹。就在今年8月，日本就成功发射了一枚小型火箭，而这枚火箭的主要作用呢，就是为了测试超燃冲压式发动机。这个发动机就是高超音速武器的核心部件之一，它能在发射后攀升的过程里不断获取氧气，告别液氧轻松减重，从而达到提升推力的作用。有了这个发动机，导弹的速度能轻轻松松提到5马赫以上。根据日本方面透露的消息，这枚名为 S520RD1 的小火箭在测试中呢飞了380秒，俯冲加速最快到达了5.5马赫。另外有趣的是关于该导弹的速度数据，美国似乎早在2020年就有预言了。在当时的美国媒体呢报道日本防卫大臣视察日本某机构的新闻中呢，背景里出现了一个不起眼的导弹模型，虽然没有被介绍，但是美国媒体却向外表示，这很有可能就是日本的高超音速导弹，速度5马赫，而这次日本实验的数据也正好是5.5马赫。这个准确程度也不免让大兵猜测，或许美国早已经和日本联合研发高超音速武器了。当然，除了外力帮助之外呢，日本方面对于高超音速武器的技术积累，也正是这次成功实验的原因。比如在20世纪80年代，日本的轨道飞机项目就给日本高超武的研发工作打下了良好基础。到了2017年，日本还提出了岛屿防卫用高速滑翔导弹技术的研究项目，这就是后来日本所说的高超声速滑翔弹。因此，日本在这次的高超音速领域突然出现，也是多年的数据积累出的成果。